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雅。因为我之前呢在日本当地的日商公司工作，然后也换了很多工作。那后来回台湾也是在台湾的日商公司工作。最近在找工作呢，也是打算去日商公司工作，所以呢我又把日本的面试集又把它复习了一遍。那想说，既然我都在复习了，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也正在找日商公司的工作的话，也许我这些资讯对你是有帮助的。首先呢，日商公司呢通常开头都是请你自我介绍。那这个自我介绍呢，短短的就可以，就说你好，我是谁谁谁，然后是台湾人，然后我几岁啊之类，这样哪里的大学毕业，然后过去在哪间公司上班，然后当什么职位，就比较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呢常问的问题呢，可能是问你的优点缺点，这点台湾公司也会问嘛，优点缺点，这都是很标准的问题。问你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因为他会想要了解你的人格特质。那还有就是日商公司也常常会问的，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子有很多工作经验的，他可能问我说，那你 A 公司你为什么会去 A 公司？那你那时候为什么离职？是你为什么会去 B 公司？又为什么离职？如果你有很多的这些经历的话，也许他们会问。我会建议去面试之前都要想好一套说辞，就是为什么你会离开 A， 为什么会离开 B， 但是要记得尽量让这个理由是比较正面的，而不是那种我那时候老板他就是太凶了，所以我就离开了。尽量不要是那样子的，你就想办法，比如说老板凶，你也要把它改成像是那时候已经很熟练了，需要点挑战，所以我就换到 B 公司去，或什么，尽量不要讲人的事情。你可以说可能公司太小，我觉得发展不好，你想要去到更大的公司，反正总之就尽量找一些比较正面的答案来回答。我常常被问的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在这间公司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个也常被问。写日本的履历表的时候，它里面其实通常也会有一项是写 OPR， 就是说用几句话展现你是很棒的一个人才，很优秀的一个人才。那像这个自己 PR 有时候他们就会说自己 PR してください，就是叫你自己要告诉他们你有什么地方很厉害这样子，所以要想一下这个。那还有一个呢是波动题，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应征这份工作？这个问题呢当然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我每次去面试前我都会准备。比如这个工作呢是可能是制造业的业务我可能就会要想一想为什么我会挑这个制造业的，跟我以前的工作有什么样的相关性，或者说为什么我会觉得可以当业务之类这样的思考模式。如果说这个公司是很大的公司，当然你就可以提一下，就是说我贵公司是在世界知名的，然后你们有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我都有使用，然后我很喜欢什么功能，所以我决定希望能够在贵公司能从事这方面。有时候他们也会问你说从哪里得知我们公司的，即使你只是在104上面看到如果很小的公司你当然可以就是说我就是刚好看到，然后贵公司的这个职缺我就觉得和我的能力可以有所贡献的。其实我自己面试呢还遇过很多莫名其妙的。我以前有去过一间公司，那间公司他竟然要看我的指纹。我知道了有的公司好像会看面相嘛，以前不是说航空公司他会看面相，好像比较有福气的脸他会挑你，但是那间公司他竟然是看的是也不是手相，而是指纹超级奇妙的。如果你有去面试过那间公司，请告诉我，在这边跟我 say hi， 我很好奇有谁决定要去那间公司。然后有曾经被问到你觉得你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的人，那我也很好奇有谁会说我自己是一个运气很差的人那很奇怪。那我当然就会说我觉得我运气是非常好的，因为比如说我去到我理想的学校或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莫名其妙。然后还有也是好奇怪，我以前去全日空想面试他们空服员，那个不是针对我啦，他是多对多面试，可能就5个面试官对5个来面试的学生这样。他问大家问题是，你觉得如果要把全日空比喻成一种动物的话，你觉得它是什么动物？他觉得这是很傻眼的问题。我真的当下我什么都就是脑子就是一片空白，说你就在天上飞，不是鸟是什么然后
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女生，她就掰说：“哦，我觉得你是猴子，我觉得全日空贵公司呢像是猴子一样，很有母爱吗？”我也不晓得，反正总之我有时候真的不懂这些公司在想什么。好啦，就先聊到这边，希望对你有帮助，拜。